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爬楼梯的时候，腿会莫名其妙的发软，提一袋菜回家，手臂就开始酸，明明没做什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再站起来却感觉膝盖在抗议。如果这些画面让你觉得熟悉，那我想告诉你，你正在经历的事情有一个医学名称，叫做肌少症。它不是某种罕见疾病，它就发生在每天的生活里，悄悄的，一点一点的，把力量从你身上带走。但我今天不是来吓你的，我是来告诉你，这件事没有你想的那么无解。很多人一听到肌肉流失这4个字，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就是变老吗？能怎么办？有些人甚至把这种无力感当成一种坦然，觉得接受就好，对抗没用。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肌少症确实和年龄有关，但它不是命中注定必须发生的终点。研究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只要给身体正确的信号，这个过程是可以被放慢的，可以被控制的，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是可以被扭转的。问题不是你的年龄，问题是你有没有用对方法。身体是一台非常聪明的机器，它一直在更新，一直在适应，一直在回应你给它的信号。年轻的时候，这台机器运转起来毫不费力，你吃什么动什么，它都照单全收。年纪大了以后，机器还是同一台，只是它需要更精准的指令。最重要的2个指令，一个是运动，一个是营养。当你让身体动起来，特别是那种需要肌肉用力的抗阻训练，哪怕只是用弹力带做几个动作，爬几层楼梯，你都在给肌肉发出一个信号，我还需要你，你得继续撑着我。身体会听见这个信号，肌肉会回应，会变得更结实，更有力，更能支撑你往后的生活。但光靠动还不够，很多人以为只要多走路，多动动，肌肉自然就会好起来。这个想法忽略了一件关键的事，就是肌肉在修复的时候需要原材料。就像盖房子，你请来了工人，工具也准备好了，但如果砖块不够，水泥不足，房子是盖不起来的。肌肉的修复也是同一个道理，它需要蛋白质，需要氨基酸，需要钙、镁这类矿物质，需要维生素来帮助各种营养素发挥作用。如果饮食里缺少这些，再努力运动也像是在空转，肌肉很难真正重建。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过了60岁的人，明明觉得自己有在动，但身体还是一年比一年虚。不是因为他们懒，而是因为身体需要的修复材料根本没有到位。好消息是，从今天开始，这件事可以改变。当你开始认真为身体补充优质蛋白质，搭配支持骨骼和肌肉的矿物质，身体就会进入一种修复的节奏。不管你现在是60岁、70岁还是80岁，这台机器仍然有重建的能力，它只是在等待正确的材料。我想在这里停一下，讲一件很多人没有想过的事。肌肉对我们的意义远远不只是走路和提东西，肌肉是身体的代谢引擎，肌肉量越高，代谢越活跃，血糖越容易被调节，体重也越容易维持稳定。肌肉也是关节的保护者，当肌肉够强，膝盖、髋关节、脊椎受到的冲击就会被分散，疼痛和磨损的风险会降低。肌肉还是你独立生活的底气，当你的腿够有力，你就不需要扶着扶手才敢下楼。当你的手臂够稳，你就可以自己搬东西，自己做饭，自己去买菜，不需要麻烦任何人。这种独立才是真正的自由。研究显示，晚年肌肉量较高的人，不止寿命更长，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更好，从病痛中恢复的速度也更快。所以，我们今天谈的不是变壮，我们谈的是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活得有力量。现在来聊聊一种你可能每次经过超市货架都会忽略的食物——茅屋奶酪。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淡、软，没什么味道，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吃它。但如果我告诉你，这种朴实的白色奶酪，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是一种效果非常实在的肌肉支持食物，你会不会重新看它一眼？茅屋奶酪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含有酪蛋白，一种消化速度很慢的蛋白质。和那些很快被吸收的蛋白质不同，酪蛋白会在几个小时里把氨基酸缓慢而稳定地释放进血液，让肌肉持续获得修复所需的原料。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在睡觉的时候，身体在做什么？大脑在休息，细胞在清理代谢废物，而肌肉正在把白天活动留下的微小损伤一点一点修复好。这个修复过程需要氨基酸，
如果睡前体内没有足够的氨基酸供应，身体会从哪里找？有时候它会开始分解肌肉组织来获取材料，长期下来，人就会在睡眠中慢慢流失肌肉，而自己完全不知道。但如果你在睡前吃1小碗茅屋奶酪，情况就不一样了。酪蛋白会在整个夜晚缓慢消化，持续供应氨基酸，让身体的修复工作有材料可用，而不需要去动用肌肉本身。时间久了，这个小小的睡前习惯会在身体里积累出真实的差别。茅屋奶酪还含有丰富的亮氨酸，亮氨酸是一种很特别的氨基酸，它在肌肉蛋白质合成这件事上扮演的角色有点像开关。当血液里有足够的亮氨酸，身体就会收到一个信号，开始启动肌肉的合成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员和健身人群会特别在意亮氨酸的摄取。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这个开关更加重要，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对于蛋白质合成的敏感度会下降，需要更强的信号才能启动这个过程。茅屋奶酪就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式，帮助这个信号保持足够的强度。除了蛋白质，茅屋奶酪也是钙、镁和磷的良好来源。这3种矿物质是一个团队，它们一起支撑骨骼，也参与肌肉的正常收缩和放松。钙帮助肌肉完成收缩动作，镁帮助肌肉完成放松，磷参与细胞里的能量代谢，让整个过程更有效率。缺少任何一个，身体都可能出现抽筋、疲劳或者力量莫名其妙的下降。茅屋奶酪一次可以同时补充这3者，对于担心骨骼和肌肉健康的中老年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选择。茅屋奶酪另一个让人喜欢的地方是，它吃法灵活，几乎可以融入任何一餐。想吃甜的，加几颗新鲜蓝莓，淋一点点蜂蜜，撒一点肉桂粉，就是一碗清爽又有满足感的早餐。想吃咸的，搭配黄瓜片、番茄丁，少许橄榄油，就是一份轻盈又富含蛋白质的午餐小食。想要夜间修复，睡前1小碗原味的就够了。市面上有低脂和脱脂版本可以选择，适合正在控制脂肪摄取的人。但如果饮食条件允许，普通版本里含有的少量天然脂肪，其实能帮助身体吸收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而这2种维生素对骨骼和肌肉的健康都很重要。关键不是一次吃多少，而是养成每天都吃的习惯，让身体在稳定的节奏里慢慢感受到变化。很多人会问，吃茅屋奶酪真的会有用吗？我想用盖房子来回答这个问题。你不能期待今天搬来一批砖头，明天房子就建好了。但如果你每天都搬一点砖，1个月、3个月、半年下来，结构就慢慢成型了。茅屋奶酪就是你每天为肌肉搬来的那一批砖，每一勺都在提供氨基酸，每一次吸收都在帮助肌肉纤维的修复和维持。你不会在1个星期内看到惊人的变化，但几周、几个月坚持下来，身体会开始给你回应，力量更稳，抽筋减少，夜间睡眠质量可能也会提升，因为肌肉的修复过程更顺畅了。这就是小选择持续累积的力量，看起来不起眼，却是最真实的改变。接下来要介绍的第2种食物，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帕玛森奶酪，对很多人来说，它不过是偶尔撒在意大利面上的配角，带点咸味，带点香气，吃完就忘了。但它其实是一种营养密度极高的食物，尤其对于60岁以上，正在努力维持肌肉和骨骼的人来说，它的价值远比很多人意识到的要大。帕玛森奶酪每1盎司所含的蛋白质比大多数奶酪都高，甚至超过不少肉类部位，大约1盎司就能提供将近10克蛋白质。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经过了长时间的熟成，通常至少12到24个月，其中一部分蛋白质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被预先分解，身体消化和吸收起来更省力，氨基酸也能更快进入血液，开始为肌肉服务。随着年龄增长，肌肉和骨骼这2个系统会同时受到挑战，而且它们是相互依赖的。肌肉变弱，骨骼就要单独承受更多压力；骨骼变脆，肌肉也失去了稳固的支撑基础。帕玛森奶酪的好处在于，它能同时为这2个系统提供支持。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帮助肌肉修复和合成，钙和磷则直接参与骨骼结构的维持。钙让骨骼保持硬度，磷帮助骨骼保留适当的韧性。缺少钙，骨密度下降；缺少磷，骨头可能变得更脆，更容易折断。帕玛森奶酪里这2种矿物质同时存在，
每次你把它加进餐点，都是在从内部为骨骼系统添砖加瓦。帕马森奶酪还富含支链氨基酸，特别是亮氨酸。这种氨基酸能够启动肌肉的蛋白质合成信号，帮助对抗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合成速度下降问题。换句话说，你的身体随着年纪增大，对于蛋白质的回应会变得不那么灵敏，需要更强的刺激才能开动肌肉修复这台机器。帕马森奶酪里的亮氨酸就是帮助这台机器发动起来的点火装置。帕马森奶酪还有一个对中老年人很友好的特性，就是天然乳糖含量非常低。在长时间熟成的过程中，大部分乳糖已经被有益菌分解掉了，所以即使你平时对乳制品比较敏感，或者喝牛奶容易肠胃不舒服，帕马森奶酪通常也更容易被接受。你可以得到奶酪里浓缩的蛋白质、钙和脂肪，同时减少了肠胃不适的风险。这对很多中老年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实际好处。帕马森奶酪也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维生素 A 支持组织修复和免疫功能，维生素 D 帮助身体更有效地吸收钙，让骨骼真正得到营养，而不只是让钙从体内穿肠而过。维生素 B12 参与能量代谢，也支持神经系统正常运作。60岁以后，身体从食物中提取和利用这些营养的效率会下降，所以选择营养密度高的食物变得更加重要。帕马森奶酪在这方面是一个高效率的选择。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会注意到一件事，就是食欲变差了，味觉变迟钝了，吃什么都觉得没什么感觉，结果吃得越来越少。帕马森奶酪浓郁的咸香味对这个问题有实际帮助，它能够重新唤起进食的乐趣，让你的餐点变得更有吸引力。当你更享受自己的食物，你就更容易吃得足够，营养摄取就更完整，肌肉和骨骼得到的支持也就更有保障。你不需要一次吃很多，1到2汤匙撒在蒸蔬菜、汤品、煎蛋或者沙拉上，就足够为餐点增添层次，也增添了不少营养价值。因为它味道足够浓，少量就很有效果，所以日常使用起来也不会觉得负担很大。帕马森奶酪里的天然脂肪也不应该被忽视，适量的健康脂肪参与激素的维持，特别是睾酮和生长激素，这两种激素随着年龄增长会自然下降，但它们对肌肉的合成和修复仍然非常重要。脂肪不足，身体合成这些激素的原料就减少了。脂肪还是脂溶性维生素的载体，没有适量的脂肪，维生素 I、维生素 D、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就无法被身体有效吸收。帕马森奶酪里的脂肪就像一套输送系统，帮助这些营养素到达它们该去的地方。当然，关键依然是适量，把它当作日常饮食里固定的小配角，而不是主角，效果反而更持久。你每次坐下来吃饭，在碗里撒那一小把帕马森奶酪，看起来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日复一日，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决定会在身体里积累成真实的变化。更多的氨基酸进入修复过程，更多的钙进入骨骼结构，激素水平更稳定，维生素 D 的吸收更充分，整个系统就会慢慢运转得更好。更强的肌肉带来更好的平衡，更好的平衡带来更低的跌倒风险，更低的跌倒风险带来更大的行动自信。这一连串的改变都从那一小匙奶酪开始。现在来聊第3种食物，一种你可能从来没想过和肌肉力量挂钩的奶酪——瑞士奶酪。它有着标志性的圆孔，味道带着淡淡的坚果香。很多人只是偶尔在三明治里见过它，并不知道它其实是一种对60岁以上人群非常有价值的食物。它能提供优质蛋白质和钙，这一点和前2种奶酪类似，但它还有一个独特的角色，就是支持神经系统的健康。而这件事对肌肉力量的影响，比很多人意识到的要深远得多。肌肉力量不只是肌肉本身的问题，肌肉能不能正确发力，能不能及时回应你的动作指令，取决于神经信号的传递是否顺畅。大脑发出信号，通过神经系统传导到肌肉，肌肉才能做出反应。如果神经的传导出了问题，肌肉的反应就会变慢，力量就会下降，平衡感也会变差。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感到手脚发麻，动作迟缓，身体协调能力下降，而这些症状背后，有时候隐藏着维生素 B12 不足的问题。瑞士奶酪是维生素 B12 的良好食物来源。维生素 B12 参与髓鞘的形成，髓鞘是包裹在神经外面的一层保护结构，
让神经冲动能够更快、更准确地传导。当维生素 B12 不足，髓鞘就可能受损，神经信号就会变弱或者出现干扰，人就可能感到疲劳，反应变慢，甚至出现平衡问题。很多60岁以上的人经历这些情况时，往往会把它归结为老化，却没有想到营养不足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把瑞士奶酪适量加入日常饮食，可以帮助从源头支持神经系统的健康，让肌肉和大脑的沟通保持顺畅。瑞士奶酪里的蛋白质同样值得一提，它含有多种必需氨基酸，是肌肉组织修复和维持的基本材料。它的消化吸收相对平稳，能为肌肉提供较为持续的营养支持，帮助你在一天里维持力量和耐力，不会出现剧烈的血糖波动或消化负担。瑞士奶酪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优点，就是它含有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有益菌，对肠道健康有支持作用。肠道健康和肌肉健康的关系比很多人想象的更紧密。健康的肠道是营养吸收的门户，当消化系统状态不佳，即使你吃进了很好的食物，身体实际能利用的营养也会大打折扣。益生菌帮助维持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改善消化效率，支持免疫系统，也有助于维持身体的炎症水平在正常范围内。慢性炎症是影响肌肉增长和修复的一个重要障碍。当炎症水平长期偏高，身体就会一直处于一种消耗状态，很难有余力去真正建立新的肌肉组织。健康的肠道帮助创造一个让肌肉更容易生长和恢复的内部环境。瑞士奶酪还有一个对关注心血管健康的人友好的特点，就是它的钠含量相对较低。很多奶酪的盐分偏高，长期摄取容易给血压和心脏增加负担。瑞士奶酪的钠含量通常低于许多常见奶酪，让你在享受浓郁的坚果香味的同时，减少了这方面的顾虑。你可以把它更安心地放进均衡饮食里，而不需要担心因为吃奶酪而影响到血压的管理。瑞士奶酪的日常搭配方式也非常灵活，早上可以把一片放进煎蛋里，让它融化，增加蛋白质和风味。午餐可以搭配全谷物吐司和牛油果，做一份有质感的简单餐点。晚饭可以切碎加进蒸蔬菜或者鸡肉料理里，它和各种食材都很搭，口味不强势，不会压过其他食材的味道。每天1到2片就足够提供有意义的营养支持。如果你经常感到精力不足，或者注意力不容易集中，瑞士奶酪里的维生素 B12 和蛋白质也可能为你带来帮助。维生素 B12 参与红细胞的生成，而红细胞负责把氧气输送到全身，包括大脑和肌肉。当氧气供应更充足，大脑的运转更清晰，肌肉的耐力也更好。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早晨散步时不那么容易喘，做家务时不那么容易累，整个人也更有精神去应对一天的事情。这种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它是真实的，可以通过坚持而累积出来的。现在我们把这3种奶酪放在一起来看，茅屋奶酪、帕玛森奶酪和瑞士奶酪，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但当你把这3种食物组合成一种日常饮食习惯时，它们发挥的效果远比单独食用其中一种更完整。这就是营养协同的力量。茅屋奶酪提供缓慢消化的酪蛋白，让肌肉在餐后很久，甚至在整个夜晚都持续得到氨基酸的滋养，特别适合睡前食用，帮助夜间修复。帕玛森奶酪提供浓缩的蛋白质、钙和磷，营养密度高，少量就能为骨骼和肌肉同时提供支持，适合在正餐中加入。瑞士奶酪补充维生素 B12 和益生菌，从神经系统的传导效率和肠道的吸收能力这2个角度，帮助前2种奶酪的营养更好地发挥作用。3者加在一起，你就建立起了一个从蛋白质供应、矿物质补充、神经支持到肠道健康的完整营养结构。你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栋正在修缮的建筑，蛋白质是砖块，矿物质是水泥和钢筋，维生素是让整个工程运转起来的工程师，而肠道是运输材料的通道。每一种营养都不能缺席，少了任何一环，修缮的效率都会打折。这3种奶酪分别填补了不同的角色，让这栋建筑的修缮工作更完整、更有效率。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处理蛋白质的效率会下降，这意味着你需要的不只是吃够蛋白质，还需要蛋白质的质量足够好，摄取的时间足够分散，不能集中在一餐里吃完。这3种奶酪的组合刚好可以帮助你在一天的不同时间点持续为身体提供高质量的氨基酸来源。
早餐的茅屋奶酪、正餐里的帕玛森奶酪，以及午餐或晚餐加入的瑞士奶酪，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营养节奏，帮助肌肉更持续地得到支持，减少肌肉在长时间没有蛋白质供应时出现分解的情况。这3种奶酪里含有的天然脂肪也很重要，它们帮助维持睾酮和生长激素的水平。这2种激素都和肌肉的合成与修复直接相关，会随着年龄自然下降，但饮食里保持适量的健康脂肪，可以帮助身体在这方面维持更好的状态。这些脂肪同时也是脂溶性维生素的输送载体，让维生素 I、维生素 D、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能够真正被身体利用，而不是白白流失。我们还需要谈谈一个常常被低估的因素，就是水分。肌肉里含有大量的水，当身体缺水时，肌肉的弹性和收缩力都会下降，恢复速度也会变慢。一整天里规律地补充水分，是让这3种奶酪里的营养素能够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每个细胞的代谢过程都需要水，包括肌肉修复时发生的每一个生化反应。所以喝水这件事虽然听起来太简单，但它是整个营养计划的底层支撑。运动在这里同样不可缺少。正确的营养为肌肉提供修复的材料，而运动则是告诉身体，这些材料要被用在哪里。每一次你让肌肉承受适当的挑战，不管是举起轻重量、用弹力带做抗阻训练，还是爬几层楼梯，肌肉纤维都会产生微小的损伤，而这些损伤在修复之后会变得比之前更强壮。这是肌肉生长的基本原理，在任何年龄都同样成立。你不需要每天花几个小时在健身房，哪怕每天15分钟，只要是认真做、规律做，效果就会慢慢积累。把轻度的抗阻运动和这3种奶酪提供的营养结合在一起，你就同时给了身体正确的刺激和充足的材料。两者缺一不可，但两者加在一起，就能创造真实的改变。休息也是修复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不能被忽视的一部分。睡眠期间，身体会分泌生长激素，这是参与肌肉修复和再生的重要物质。如果睡眠质量不好，这个修复过程就会被打断，营养再好，运动再积极，效果也会打折。每晚尽量获得7到8小时安稳的睡眠，是让这整个系统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睡前那1碗茅屋奶酪，加上充足的睡眠，就构成了夜间修复的完整组合。让我们把这一切串起来，给你一个简单可执行的每日节奏。早上起来，先吃1份茅屋奶酪，可以加一点浆果或坚果，补充蛋白质，为身体在经过一整夜的修复后重新提供氨基酸，减少早晨的肌肉分解状态。中午吃饭的时候，在汤品、沙拉或蒸蔬菜上撒一点帕玛森奶酪，增加蛋白质密度，同时补充钙和磷，为骨骼和肌肉双重支持。晚餐加入1到2片瑞士奶酪，补充维生素 B12和益生菌，支持神经系统和肠道消化，让今天吃进去的所有营养都能更有效地被身体利用。睡前如果还有一点点饿，可以再吃1小勺茅屋奶酪，让酪蛋白在夜间持续滋养肌肉。全天记得规律喝水，如果身体状况允许，在白天安排15到20分钟的轻度运动，让营养有用武之地。这不是什么复杂的计划，它只需要你每天做几个小小的选择。你的身体一直在更新，一直在修复，一直在回应你给它的信号。问题从来不是你的年龄，而是你在用什么去告诉身体该做什么。当你每天用茅屋奶酪、帕玛森奶酪和瑞士奶酪这样的食物滋养它，再配合简单的运动、足够的水分和充分的休息，你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身体，我还需要你，你要继续撑着我，我没有放弃你，你也不要放弃我。身体会听见这个声音，它会用力量、稳定和韧性来回应你。肌肉会开始保住，关节会开始减少抱怨，平衡感会开始改善，精力会开始回来。这些变化不会在1个星期内发生，但它们会发生，只要你坚持下去。有一句话我想留给你，身体听见的不是你的年龄，而是你的习惯。真正定义你的，不是生日蛋糕上的那个数字，而是你每天带进生活里的能量和选择。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肌肉流失是无法避免的，也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改变已经太晚了。每一口让身体得到修复的食物，每一步让肌肉保持活跃的行走，每一夜让细胞安静重建的睡眠，都是你在告诉自己的身体，我还充满生命力，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从今天开始，一次一个选择，慢慢来，但不要停下来。